欢迎收看第1075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本来想给大家做辱华的华这个系列的第3集，因为最近呢发生了一个事情，特别适合把这第3集我想给大家聊的这个观念讲明白。但是可惜呢，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地所以我们只能让这个子弹再飞几天。过几天讲呢，可能效果会更好。那今天聊什么？今天要聊的这个事情，子弹可不能让它继续飞下去了我预计48小时之内就要开战了美国和伊朗这两方。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伊朗那个地方部署了已经有1个多月了，是吧？那其实一直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就是要跟伊朗谈。那你如果谈不了，那我就打你有人说这是美国霸权的体现我怎么看呢？我支持美国打伊朗我觉得对于伊朗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有可能变好的契机当然任何转变都不可能100%的保证它会变好，但是对于伊朗国内一潭死水的情况来说，有这样一个变化还是值得期待的。那美国要跟伊朗谈什么谈当然是一个姿态，是吧？我们也知道很有可能95%以上是谈不拢的因为你谈的是伊朗的这个邪恶政权的生存的本质问题不是伊朗能不能存续下去，不是伊朗人会不会这个什么亡国灭种不是这些事儿，是伊朗这个邪恶的偏宗教的这个政权能不能维系下去，谈的是这个根本，所以没法谈，对吧？除非政权更迭。那要谈的就是伊朗的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你是不是把这些原材料运出去，你是不是长期的接受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监督以及呢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能力你核武器加上弹道导弹，那你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威慑是很大的，对吧？所以伊朗是绝对不会同意说我不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这没得谈，是吧？所以没得谈怎么办？那就打。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现今的国际社会这个秩序，这个结构是2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任何的东西没有不变的那现在到了该修正它的时候什么联合国这些东西都没有用腐烂掉了，烂透了，必须要改。那美国现在愿意站出来去改我们当然也不是说非常去恭维他，说你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也不是人家讲的话也很明白，美国利益优先。你现在威慑到美国的利益了，在美国利益优先的情况下，我额外的再推动一下这个整个的国际秩序往好了去变。能不能达成光靠美国一方的能力也不够前些日子的卢比奥对于欧洲也讲了同样的话，对吧？也需要你们一块儿来配合美国，让这个世界变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国际秩序在进行一个重塑。我们其实没有太多可选的不是说选了美国就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但是我们没得可选。我们总不能选俄罗斯吧，我们总不能选中共吧，那你只能选美国，你只能相信并且支持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尽可能好。那于是我支持美国打伊朗，当然我希望是像对这个委内瑞拉那样速战速决的擒贼先擒王就可以解决掉了，然后去推动他的政权的一个更迭当然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这场战争打起来也有可能会拖得很久效果很不理想，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去祈祷了希望美国这边顺利。那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也是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说华语我们关注的是华语世界，就很有意思真的，最近的华语世界让人感到特别的无聊，就是都已经2026年了，大家在讨论什么问题呢？有人说就说这个中共有多坏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个海外的
搞民运的、追求这个中国可以自由民主化进程的等等的这些，包括一些异议人士啊，有人说这些人比中共还坏，可能吗？我当然知道这些人里面有些人是在骗钱的有些人是在这个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的，但是怎么可能比中共还坏呢？一个政权杀害了几千万的中国人，甚至让很多的中国人断子绝孙，影响后续不知道多少代的中国人，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会有人比他更坏吗？还有人说在美国的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个涉案者比中共还坏，可能吗？那就是一些把自己包装成精英人士的一些流氓犯下的一些罪行，也确实伤害到很多的人，但是跟中共这种量级能比吗？甚至还有人说中共比中国人的平均的道德水平要高。我就觉得2026年了，我们还要纠缠在这些问题上去聊，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吧？中共是中国那片土地里面最邪恶的人组成的一个最邪恶的政党，他们也是中国人，当然是中国人里边最邪恶的部分。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逻辑了吧？还要在这里去争谁道德水平更高？这个事情美国伊朗开打之后，你们会看到，就在海外的华语世界会有很多人出来去骂美国。骂美国呢，他会借着有可能是批评美国的霸权，有可能是批评美国的这个扩张主义，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扩张主义。昨天我在另一个频道不经意派对给大家做了一场游戏直播，对吧？死亡搁浅2那个游戏，那个游戏到后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台词，也是讲美国的扩张主义。就是在那个游戏里已经世界末日了然后人类都这个七零八落了，需要把它们重新连接起来。那好，就由从美国那边的一个公司跑到澳大利亚去做这个连接工作，但是呢，后来查出来这个公司的背后的资金呢是这个美国的政府去给的。那于是这个游戏里这些人就开始讨论那你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你这等于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扩张主义等于把澳大利亚给囊括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开始研究这事儿。这当然这是一种目前的国际局势里的一种政治正确要防止这个霸权主义、扩张主义。但我认为美国打伊朗包括对委内瑞拉，这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而是在新的这个世界秩序构筑的过程中，美国的这种遏制主义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在一定程度在收缩，它想重塑这个秩序。当然，重塑这个秩序不是说为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全人类的梦想，是吧？它为的当然是美国优先的利益优先，这个也没什么可诟病的，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会被人扣上说，你这是扩张主义、干涉主义、霸权主义等等的，这些帽子都是不对的。那么你就会看到，美伊开打之后，在华语世界、海外华语世界会有很多人去批评美国、攻击美国，从这个角度。当然了，也有从去纯粹攻击特朗普那个角度去黑美国的，也会有当然这里面我们要细分一下，有些人是可能是纯粹从个人的道德洁癖上去讨厌特朗普的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深究，无所谓那个是他个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其实跟整个局势没有关系。我一直说我们分析的是美国的局势，而不要说你任何现在美国的问题你都带入说你到底是支持特朗普还是讨厌特朗普，你是是什么是他的粉还是那个黑他的，不要从这个个人角度去看，你们太狭窄，你就看美国就好了。那当然了，在里面会有很多的人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是领着任务在这里搅浑水的领着任务就是在我们知道伊朗垮台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对吧？那么领着中共的任务要造这种国际上的这个舆论上的势头的。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美伊开打之后的华语世界，你会收获颇丰，你会看到很多人露出马脚他到底在支持什么？
你就能看清楚了，好吧 ？OK 啊，我这个事情啊是这样，我说48小时之内啊，也有可能被打脸，但我不怕啊，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我也不是说在这里散播一个什么阴谋论，因为确实是存在要打的可能性的，而且我希望在48小时之内打。如果被打脸就被打脸了啊，48小时之后再打也无所谓啊。但是我们想做这期节目就是聊我今天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内容。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